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6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好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第2段副歌的技巧，还有情绪分析哦。跟一开始的副歌不太一样的是，这一段副歌的高音大部分都使用了真音哦，它用了比较少的假音。那唯独使用假音只有留在最高音的第6遍的6遍呢，这个还是维持在假音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大概都是以真音做呈现哦。所以大家对于声音的控制，包括你肚子的用力，还有你高音的头腔的控制，还有你声音的维持跟力道的处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哦。统整起来说呢，我们有2个技巧需要注意，一个还是一样是真假音的转换，第2个呢，只是唱高音需要注意的事情，包括我们的肚子需要用力，包括你的共鸣需要放高，包括你的下巴还有你的肩膀都需要放松，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高音。所以这2个是大家在练习这一段需要注意的技巧。我们如果对比2段副歌一起唱，可以发现一开始的副歌唱法可能是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是采取一个假音，同时声音是比较轻的方式在处理。第2次的副歌则会变成是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使用的是真音的方式在处理。第2段同样也是，这是今天，就变成的是真音了的第6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OK， 到后面都是以真音的方式哦，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前面的副歌跟第2遍的副歌，因为情绪上的不一样，需求不一样，所以在技巧上的使用也有所不一样哦。我们如果从情绪上来探讨这一段副歌哦，你可以发现它相对于第1段副歌来说，情绪我们是需要放出来的，但是也不宜放太多的情绪哦，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次最后的副歌。如果你这边使用了太大的声音，音量太大，情绪太多，会变成你最后一次副歌是失去了整个层次感哦。所以在整个声音的控制，你可能需要的是曾经在我眼前，用一些真音取代假音去增加整个情绪，而不一定要曾经在我眼前非常大声的去把这一段声音唱出来，因为它会让你的后面的程式失去了它的功用了。所以这个情绪的掌握、音量的掌握、技巧的掌握，也是这一段非常需要仔细注意的地方。总结来说呢，因为这一段副歌位于的位置不同哦，所以它在情绪还有技巧上的处理也会跟一开始的副歌跟结尾的副歌是有所不同的。那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我们其实不是单单的把音量放出来，也需要思考的是位于前面跟位于后面，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表现，来决定声音的大小的处理。还有一个可以思考的点是，在前面的副歌，我们有一些句子使用的是假音。在第2次的副歌，有些句子使用的是真音哦。同样的音，我们可以使用真音，也可以使用假音，它呈现出来的情绪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仔细去比较，比如说这个唱法出来情绪是怎么样子，另外一种唱法的情绪是怎么样子，把这个想法运用到其他的歌曲上哦。